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没想到颗粒无收的尴尬，竟被圈内人4个字挽回了颜面。又是一年金鸡奖。说实话，看到提名名单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去年李庚希那个事儿我还记得清清楚楚。00后小姑娘第一次提名就拿奖，网上直接炸了。有人说她演技还行，但更多人骂她是靠资源上位的天龙人。你别说，这帽子一扣上，想摘都摘不下来。我理解观众为啥这么敏感，大家就想看一个演员从跑龙套开始，一步一步拍，慢慢熬出头，不是今天突然冒出来，明天就占领奖台，那感觉像作弊。今年这届金鸡还是老样子，影后提名5个，3个名字我都得查百度才知道是谁。更离谱的是，有个人根本没演过啥正经电影，还是个唱歌的爱豆，跨行来凑热闹。他那部片子压根都没上映呢。你说巧不巧，这片子还是金鸡自己搞的创投项目，等于自己孵出来的蛋，回头自己评奖。裁判兼选手，这局怎么玩？再看看我们普通人眼里的好片子，哪吒2票房爆成那样，结果只捞了个最佳美术片提名，饺子导演提都没提，这不是寒心是什么？还有赵丽颖，她这一年拼得很啊，4部电影连着上，每部都冲着转型去的，结果呢，一个提名都没有，连门都没让她进。我知道有人说她野心太大，想拿奖想疯了，可你不觉得吗？她是真想好好演戏。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那些剧拿奖拿到手软，差一个白玉兰就能大满贯，但她不满足，非要往电影圈闯。郝秀萍那个角色太戳人了，哭戏一场接一场，眼睛红得像血。后来她拍电影还是走这条路。李红英、乔妍、高月香全是苦命女人，全靠眼泪撑场面。可问题是，观众看腻了。辛芷蕾一出场，气场直接压她一头。乔妍那部片子本子有点文艺，节奏慢，她脸一绷，观众以为她在发呆，台词也出问题，酱园弄那段念得跟小学朗读课文似的，一点味儿没有。声台形表哪样都不在线，几分钟镜头差点把自己招牌砸了。她太急了，一年4部电影，恨不得把过去10年没拍的都补回来。可演员这行不是数量堆出来的，郝秀萍的成功没法复制，转型哪有那么容易？金鸡不理她，我不意外。颗粒无收，确实难看。但你知道最神奇的是啥吗？圈里人私下都说她每部都赚，就这4个字，在现在这行情下，比拿奖还值钱。2025年过了一半，200部电影上映，8成亏钱，过亿票房都能当新闻报。可赵丽颖的片子没一部赔的，《浴火之路》国庆档干了4.6亿，仅次于志愿军。乔妍的心事那种文艺片，带点悬疑，还能破亿。向阳花她自己当出品人，小档期上映，最后收了2.3亿。冯小刚在朋友圈直接说，这是春节档唯一不亏的国产片，这话分量多重。多少影帝影后现在票房扑街，投资人躲着走，他一个没奖的，反倒成了香饽饽。名和利通常只能选一个，他这几年选的是利，可最近我又发现不对劲了，他慢下来了。还记得去年他上央视，素着脸，眼神亮得很，说要上，要干，要往前拱，那股狠劲像极了当年在横店睡地板的日子。这才1年，他变了，手上存货就一部《造成者》等着播。问他工作计划，他说想陪爸妈，想歇一歇。
以前她是赵丽颖，现在是赵丽颖。一进组就消失，一休息就回家，不是作秀，是真把生活过明白了。我突然觉得，她可能从来就没想当什么大明星，她就想做个踏实的演员。有人骂她戏路窄，有人说她没奖项加持，可她知道自己要什么。2. 当4部主演全部获利却零提名，赵丽颖如何用票房成绩打脸主流？当4部主演电影在同一个评奖季全部未获提名，赵丽颖再次成为了娱乐圈的话题焦点，但这次关注的不是她的红毯造型，也不是新剧开播热度，而是金鸡奖名单上的空白引发的一连串讨论。一夜之间，赵丽颖零提名的消息登上热搜。关于金鸡奖评选标准、85花的行业处境、电影与票房奖项逻辑的对比，一波接一波，谁都想知道这位流量与口碑兼具的女演员，她的4大电影为何集体擦肩而过。9月26日，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公开了最新一届奖项入围名单。名单上，赵丽颖的名字意外缺席，尽管她在这一评奖周期有《浴火之路》、乔妍的新事、向阳花、酱园弄4部电影参赛，无疑获得提名。有意思的是，85花几位头部女演员，包括杨幂、倪妮等人，也遭遇了同样的零提名现象。从50多部入围影片名单来看，评委会偏爱实力派艺人和新锐脸孔，譬如咏梅、惠英红，还有段奥娟和黄子琪等年轻演员。从票房成绩到奖项分布，未来文艺电影和商业作品的界限似乎又被金鸡奖狠狠加固了一道线。倒回去年和今年这段时间，赵丽颖以电影为主线，开启了新一轮转型，频频亮相大银幕。悬疑成长题材乔妍的新事一反市场冷门，却凭1.51亿票房成为文艺片盈利小样本。主旋律作品《浴火之路》斩获众多正能量奖项。都市情感片《向阳花》低调上映后，凭情感真实和群像刻画收获好评。酱园弄则与著名导演合作，试图突破戏路。4部作品主演皆为赵丽颖，相比业内演员一年仅有1-2部电影产出的常态，她将微博粉丝的广泛影响力和票房能力带到大银幕，成为中小成本电影的最强推手。数据是不会撒谎的。2024年至2025年间，赵丽颖主演的4部电影全部实现盈利，且均无票补助力，这在当前电影市场中极为罕见。以乔妍的新事为例，市场冷档期上映，无票补，却最终票房过亿，同类型文艺片极少有此佳绩。业内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仅有不到10部电影实现盈利，赵丽颖就占了4席。从投资逻辑看，她被归类为性价比演员。当资本方考量回本能力时，中小成本电影项目首选赵丽颖。市场对她扛票房能力的认可，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社交平台的数据热度，更多被体现在投资回报报表之中。但在主流奖项角度，金鸡奖的选择标准却与票房和流量明显划清了界限。回溯金鸡奖历年评选逻辑，艺术性与技术表现成为评委会更为看重的部分，商业价值、市场票房、观众热度都不是入围决定性因素。比如今年《向阳花》中兰西亚的女配角色被观众夸赞为惊艳，但依然无提名，直接反映金鸡奖在技术奖属性上的坚持。85花集体缺席现象背后，是行业断层与审美转向的集中体现。奖项更青睐表演功力深厚、风格独特的实力派演员，以及能够带来新鲜感的新锐面孔。赵丽颖作为连接商业电影和文艺电影两条赛道的演员，反倒站在了争议最前线。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的奖项履历本可以说相当亮眼。她早年因电视剧《花千骨》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获飞天奖，事后
金鹰奖双杯视后，之后又凭借《幸福到万家》《谁是凶手》等剧斩获众多主流奖项和提名，包括百花奖最佳女配、金鸡奖最佳女配提名。转型大银幕仅1年，就用4部作品交出盈利答卷。媒体此前一度预测，凭借双女主结构的乔妍的心事有望杀入金鸡奖最佳女主或最佳影片候选，尤其该片题材深刻，女性成长、悬疑推理，赵丽颖和辛芷蕾双女主的对手戏让不少观众为之叫好。落选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是一次爆冷。归根结底，金鸡奖和商业市场的评判标准分离，赵丽颖的0提名记者社出现阶段文艺片处于主流奖项的边缘，又暴露了85花在当前电影行业的尴尬位置。本届金鸡奖实力派与新面孔晋级，票房与流量落选现象，直观体现了评委会对电影行业精品化的整体诉求。业内分析认为，随着电影工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市场将更加看重投资回报、安全系数和票房实际能力。成功已不再单靠一座奖杯来定义，能够盈利、能够吸引观众，也是一种行业价值。赵丽颖此次0提名没有让人看见失落和失势，反而在圈内制造了关于多元成功标准的话题。她并未因为奖项空缺而收敛作品的部分新锐，反而持续发力，在内容创新、角色深度、类型突破方面制造更多的惊喜。媒体评论说，赵丽颖让文艺片也能赚钱，资本方则更愿意把故事交给她，这种能力或许比一座奖杯更有说服力。不少粉丝和影迷在社交平台上自发制作数据对比图，展现赵丽颖电影票房与奖项的不同轨迹。业界观察者分析，随着观众审美不断提升，创作门槛逐步提高，未来电影市场会更加强调综合表现，而不是单点突破。据统计，赵丽颖自2023年电影转型至今，票房总成绩突破2.94亿，主演作品豆瓣评分普遍在7.0分以上，这在85花中属于领先水平。她本人在采访中提到，无论是否入围，都不会停下尝试不同角色的脚步。联想到金鸡奖的技术与艺术倾向，从长远来看，演员们还需在角色打磨和表演深度上持续发力，才能实现奖项与市场的双丰收。4部电影全部未提名，无疑让观众对评委标准有了更多遐想，但也让演员和行业重新审视成功的定义。赵丽颖用自己的作品与数据，给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份答卷。下一步如何走，也许不是静待一纸证书，而是继续在角色与题材创新里寻找突破。影视行业比拼的不只有红毯上的高光时刻，也有票房曲线上的隐秘流动，更有奖项角逐中的跌宕起伏。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能在不同赛道上持续奔跑、不停探索的演员，用实际作品反馈观众，用行业数据赢得专业认可。毕竟，一部好电影的分量并不完全由奖项来决定。我们始终秉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如内容涉及权益纠纷，请提供相关证明，我们将依法依规处理。